阿里巴巴啦，就由上年10月尾接近60蚊，大幅反彈至超過110蚊。咁喺短短2-3個月嘅時間啦，就已經反彈咗接近1倍嘅啦。咁究竟喺過去呢幾個月發生咗咩事，可以令到阿里係錄得咁強勁嘅升幅呢？咁究竟阿里仲有無力再上呢？咁相信呢一個都係好多投資者最近都非常之關注嘅問題。咁所以今日啦，都想同大家分享我對阿里巴巴9988嘅最新睇法嘅。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回顧上年10月中嘅20大會議，因為疫情對內地經濟嘅嚴重打擊啊，咁唔少嘅投資者啦都期望內地政府啦會喺20大會議當中係推出一系列嘅穩經濟嘅政策，同埋放寬呢個防疫嘅管控嘅。不過內地政府當時啦都強調話繼續要採取一個動態清零嘅策略，再加上啦都冇推出好明確嘅支持經濟嘅政策，都令投資者嘅預期係落空嘅。變相都令唔少嘅投資者認為內地嘅防疫政策啦都唔會喺短期內大幅放寬，都引致到中港股市啦係隨住20大會議再引發一場恐慌性嘅拋售嘅。以恒生指數為例，喺10月尾嘅時候啦，就低見14600點嘅。不過冇幾耐，內地唔同區份啦都對呢個清零嘅防疫政策都表示不滿，而出現零星嘅衝突，都迫使到內地政府啦係要重新調整佢哋嘅防疫政策。而近呢幾個月，內地政府嘅防疫政策嘅180度轉變，都令投資者啦係殺個措手不及嘅。原先就以為內地政府對動態清零嘅強硬姿態喺短短1-2個月就全面放寬，都令中港股市啦係迎來強勁嘅反彈。當中阿里巴巴作為恒生指數嘅主要成分股，亦可以係受惠得到嘅。不過除咗防疫措施全面放寬嘅因素，阿里嘅股價之所以可以跑贏大市，係因為監管嘅層面亦有明顯嘅鬆綁跡象嘅。首先係阿里巴巴旗下嘅螞蟻金服喺重組方案啦，都有一個好大嘅進展嘅。根據中國銀保監喺上年12月嘅公告，佢哋啦就已經批准螞蟻消費金融公司嘅註冊資本金額啦，就由80億提高至185億，咁令更多國有嘅背景企業係投資入股嘅。其次係阿里巴巴嘅創辦人馬雲啦，咁經過幾年同內地監管機構嘅角力啦，咁最近終於啦係宣布放棄公司嘅控制權啊！呢點唔單止啦係解決咗過去幾年阿里巴巴被針對嘅核心原因，亦都有助推動啦螞蟻金服上市去鋪路嘅。雖然係咁，講到螞蟻金服要重新上市，其實仲言之過早啊！咁實際上啦，仲有好多其他重要嘅程序。咁例如講到就係話，螞蟻金服啦係需要獲得營運金融公司同埋一啲信用評分嘅牌照嘅，咁先可以正式繼續營運佢哋嘅借貸業務。不過整體嚟講，過去幾個月都好明顯反映住監管機構啦對阿里嘅監管程度已經係明顯放寬，所以都解釋到點解過去呢幾個月阿里巴巴嘅股價啦又可以表現得咁理想嘅。好，咁簡單講完阿里巴巴最近嘅消息之後，咁你會問啦，經過一輪嘅升浪之後，阿里巴巴嘅股價有冇力再上呢？現階段嚟講，頭先提及嘅因素包括係內地疫情嘅措施放寬，以至係螞蟻金服嘅重組方案，同埋馬雲放棄阿里嘅控制權等等嘅利好因素咧，咁其實已經基本上反映喺個股價身上。不過當中最關鍵位啦，就係在於嚟緊會唔會再有更多放寬監管嘅舉動。咁就例如頭先提及過有關螞蟻金服消費金融嘅牌照嘅申請，咁到目前為止啦，都未獲得監管機構嘅放行，咁反映住佢哋啦都未正式符合監管機構嘅要求嘅。而假如有進一步關聯嘅利好消息，咁我相信阿里巴巴股價再向上嘅動力啦係可以繼續維持嘅。目前見到監管機構嘅表態係正面嘅，咁所以啦喺監管嘅層面，投資者啦可以期待會有進一步鬆綁嘅空間。不過投資者要留意，除咗阿里巴巴喺內地嘅監管問題，美國有關審計同埋中概股喺呢個美國退市嘅憂慮，依然係阿里潛在嘅隱憂。假如美國監管機構啦再次係翻起中概股退市嘅要求，咁都會令到阿里巴巴嘅股價啦係再次受壓嘅。另外，雖然內地嘅監管政策係明顯放寬，不過始終公司嘅業績同埋基本面先至係真正帶動到股價長線向上嘅原因。
而回顧翻阿里巴巴第三季嘅業績嚟講啦，咁我依然對阿里巴巴嘅增長潛力咧係有啲保留嘅。第一喺阿里嘅內地電商業務啦，其實已經係冇咗以往嘅增長動力，而且公司嘅市場份額啦，亦比其他電商嘅平台嘅競爭者，例如講緊係京東啊同埋拼多多係蠶食嘅。咁明顯見到阿里電商嘅競爭力啦，已經係唔夠人揮㗎啦。第二就係投資者最期待嘅阿里雲業務啊。其實過去幾年啦，因為中美之間嘅摩擦同埋數據安全嘅問題啦，咁都令到阿里雲係失去咗唔少海外嘅客戶，咁都引致阿里雲嘅增長動力係持續減慢嘅。而且目前其實有唔少科技企業啦，都有拓展佢哋嘅雲端業務啊。例如係 Google 啊、Amazon 等等嘅雲端業務咧，其實佢哋個增長都非常之快，咁所以比起之前阿里雲嘅業務潛力啦，都要係向下調整嘅。最後第三就係公司嘅回購股份力度啦，咁都冇過去幾季啦係做得咁積極。咁呢點啦都可能反映住公司管理層對於公司嘅未來前景啦都相對冇咁樂觀。咁所以呢幾個嘅負面因素啦，都影響咗我對阿里巴巴嘅睇法嘅。總括嚟講，當然唔排除內地監管政策啦會有進一步鬆綁嘅跡象。不過我認為呢方面嘅因素啦，其實已經係反映得七七八八㗎啦。除非買金服上市啦，有進一步利好嘅消息啦。咁如果唔係嘅話，我個人覺得阿里股價再向上嘅空間係唔大嘅。正如頭先所講，真正帶動股價向上嘅長期因素啦，都要有基本面嘅支持。而目前我對於公司嘅業務增長潛力啦，都係有所保留嘅。咁所以如果真係要篩選一隻內地嘅科網股嘅話啦，咁我嘅首選會係隻京東集團9618。咁一來京東嘅監管政策風險啦係冇阿里咁高㗎。二來京東嘅業績啦，就算喺疫情之下啦，都比阿里係做得比較理想嘅。喺幾星期前，我都有提到京東啦，係我2023年其中睇好嘅港股之一。咁如果想知道我其他嘅心水港股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撳落右上角嘅感嘆號去收睇翻我之前嘅影片嘅。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啦。咁最後，如果大家啦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啦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